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部 W126的280 SEL 1982年的钢压测试好，我们准备开始第一缸的钢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这一缸的钢压是已经到13公斤了，这是这一缸就严重的积碳。这一缸的钢压是10.5这个状况就非常好了。这一缸的钢压也已经达到12了这是第3缸的钢压也表示有积碳的现象。这一缸的钢压已经达到13了，代表说这一缸的积碳也算是严重的。这一缸的钢压大概在11.5算是积碳的情况算是不严重的。这一缸的钢压是12是算是积碳，也不能讲说很严重因为我们刚刚有测到钢压已经到13了。所以第6缸的钢压是12，也算是积碳也算严重了。但是总而言之，以30多年的老车来讲的话，这样的状况应该还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这是难免。因为积碳这个事情也不要再去处理了。高速公路常常多跑2下，把表层的积碳除掉。那深层呢，我们就不理它了，因为这是自然的现象。好，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。我们先来做这颗分油盘还没有整修之前的流量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17946。好，我们来，大哥打开电源。
大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插压把是在充分加热状态了，然后电压都在标准范围。OK， 我们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关闭定时器，关闭电源。这个分油盘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60、170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从画面上从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110，第二缸135，第三缸140，第四缸125，第五缸130，第六缸130。它跟我们的标准的出油量在160、170。以第一缸最少的110跟170的话，差60ml，那就差50%，所以造成我们老车会供油不足，然后尤其是比如说这个第一缸出油量特别低，然后会造成热车不好发动，引擎怠速不稳定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们来做这一颗宾士 W126 280 SE 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流量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17946。整个阶段会分成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第二部分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经过大哥整修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测试。好，时间到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150，第二缸155，第三缸165，第四缸150，第五缸160，第五缸160，第六缸16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这次做出来的误差大概在5%以内，成绩算相当的优秀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这部台南来的 W126 的280 SE 大哥已经完修了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冷启动。早上冷车的时候的冷启动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温度我大哥来开红火。我们看到这个温度是在40度以下这代表说现在是引擎是冷的状态。我们来做第一次冷车的启动。好，大哥，好，启动。好，这一点就着了。我们会看到它的，我们到车外来，我们来看这个冷车的加热阀的压力目前是大概是在1公斤左右。等下它热车之后呢，
它就会慢慢爬到大概2公斤左右的这个压力。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流量，它的这个汽油的回流量，目前大概在下面手势是在2.2、2.3，这已经达到大哥要求的2公升以上，1分钟现在已经在2.7了，代表说它的回流汽油包膜打过来的回流的量是OK 的。那目前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转速大概在900左右。这个表呢是它的废气的含氧量的表。目前我们看到6.8、6.9，是因为大哥从这后面接过来。因为它在冷车加浓的状态有加热阀加浓的状态，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刚刚看到它的含氧量稍微在6点多，稍微高一点，因为它冷车加浓的状态。那等热车以后，它就会降下来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看到它目前排出来都是白色的水汽，这个是一个好现象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它开始冒水了。我们现在看到它已经开始在冒水了，已经在喷水了。那代表说，当我们冷车一启动，看到这个白烟，代表它是个好现象，而且它会开始喷水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开始喷水了，代表说它这个是在完全燃烧的状态。那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表，含氧量表，它会等一下会一直往下降。那因为它冷车加浓跟提速的状态，所以它转速现在大概在1000转，等一下大概就会撞到900左右了。这部车子呢，大哥有做了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分油盘大哥有在这边做签名，因为大哥要对它负责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非常的干净。因为它内外大哥都已经经过整理过了，包含它的外观跟它的里面。那因为大哥车主要求更换膜片所以说它膜片现在是换新的，而且整个外观看起来是跟原来的状况是非常的不一样的。那再加上大哥有检查它的分电盘，它的分电盘状况，它这个大分电盘原来车主他已经有换过了，所以大哥连整理的机会都没有。那高压线呢？因为车主要求全部换新，那我们高压线是在全新状态，所以说它的分电盘的状态，我们看它现在转速是到1000多转了，因为在加热状态，在加浓冷车加浓跟提速状态。我们现在有看到它的这个压力已经慢慢在提升了。那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，大概在10多度，所以说它的提速的加浓跟加浓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，可能要1-2分钟。那这部车子除了整理分油盘以外，它的蓄压器大哥也换掉了，因为它蓄压器是严重漏油的。那至于说火星塞它火星塞原来的火星塞型号是不对的，它是 WR7DC， 是已经有电阻的，还有它火花是变弱的。我们看到它现在已经含氧量已经降下来了，刚刚在6点多、7点多，现在已经降到3点多。等一下呢，它热车完成之后呢，转速会降下来。那转速降下来，它的含氧量也会降下来。大哥来做个简单的提速。整个经过整修之后呢，分油盘的整修之后，大概大哥预估应该在20年吧。20年才会再堵塞。如果说正常在开正常在使用，因为汽油也一直在更新，所以它胶质就会随着我们车子引擎会从引擎这边排出来，会排掉。
那当然就不会有那个胶质残留的问题了。那大哥又把他车内的灯光全部换成 LED 了，包含这个手套箱的灯光也全部换成 LED 的，那这样看起来也舒服多了。大哥做个提示，因为这部车是3速手排，是属于1982年的，所以说它的变速箱是跟我们300是不一样的。OK， 这温度已经爬到大概在70度了。我们引擎关掉。我们再做个冷车启动。这个是1点就着了。以前他跟大哥见面的时候呢，并不敢。也就是冷车启动有困难，所以我们比较等待一下。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个热车启动。大哥红火，温度都已经快100度了。现在时间是9点59分。好，启动。这一发就动了。目前水温应该在快将近100度了。那我们再试一次热车启动。好，启动。这1点就着了。我们等一下在10点15分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做一次热车启动。目前时间是10点15分。距离刚刚我们启动已经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再来做一次热车启动。现在温度已经降到80了。OK， 好，启动。一样，这个是一发就着了。所以说，这个车主这个问题呢，热车不好发动的问题呢，现在就不存在了。我们再试一次。好，启动。这个也是一发就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含氧量左上角目前含氧量是3.5%。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它在热车的时候在6%左右。那目前热车完成之后呢，大概在3.4%。3.4%的话，如果换算成我们验车的标准，应该是在吸油值大概现在到3.1、3.0越降越低。那代表说它的氧气是完全燃烧。那如果换算成我们验车的吸油值的话，那3.1%的话，应该吸油值在0.5%左右了，应该在0.5%甚至以下。那我们这部车子是1982年的，那是符合我们第一期的1990年之前的车种的环保标准，吸油值是4.5%以下。那目前3.1%的话是0.5%，那就是完全是超低标了。那其实这部车子，它的吸油值，厂方要求应该大概在1.5%左右。那如果说 M103的话呢，就可能就是1%。那本来是这里是有贴纸的，那目前我们因为经过烤漆以后，贴纸已经看不到了。比如说我们来以这部102这个是 W123的标准来看，我们这边就有看到贴纸，它贴纸是吸油值在1.0左右，正负0.5吸油值。那如果说以这目前是3.0了，我们看到3.0了2.9，那吸油值已经在1%以下。那所以说它已经达到新车的标准。那吸油值验车是4.5，所以这已经是超低标过关。那至于转速的话，目前我们看到是在900转左右，900转。因为这部车子它是这个年份的车子，并没有那个怠速马达自动控制，所以说，而且它现在冷气没有开，因为它的冷气呢目前是没有冷媒，所以它没办法启动。那因为
开冷气之后，总是会降了在100转左右。所以说，我们没有冷气的时候，大概是在900转啊。开冷气降100转，因为它不会提升，所以说是一个符合标准的。那比较重要的就是，它的这个加热阀是在下面啊。这个 M110引擎很麻烦，加热阀在下面，所以大哥在拆装这个加热阀的时候是很辛苦。至于终于我们把它搞定了。加热阀我再提醒一下，加热阀主要是做冷车加浓啊。比如说我们上合欢山啊，因为海拔已经2000多，快将近3000，然后又低温，空气稀薄的时候呢，加热阀冷气加浓的功能就很重要了。所以说，但是在我们的平地的话，可能感觉上不是很大。至于说这部车子，车主很辛苦的从台南把车开过来，在台北跟大哥见面的时候，因为他已经有熄火，不敢发动。那现在呢，因为发不动，要等冷车引擎冷下来。那现在这问题，我们刚刚看到，我们有做热车发动，所以这问题完全解决了。经过30多年之后呢，我们分油盘清洗，如果以正常使用的话，应该在20年之内它不会堵塞吧？大家所碰到同样的问题，经过废油盘的整理过之后呢，这部车又重复，又恢复到健康的身体，就变成老当益壮了。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，拜拜喽。